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5月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降温迹象进一步显现，跳槽者和职业转换者的薪酬差距缩小。下面这条，波音公司的新型载人宇宙飞船 Starliner 于星期三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，这是该公司多年来首次载人测试飞行。机上搭载了2名宇航员，他们将对国际空间站进行24小时的追赶之旅。预计将于周4与国际空间站对接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服务业5月重现增长，商业活动指数创3年最大涨幅，缓解了美联储对降息的担忧。下一条，亿万富翁投资者罗恩·巴伦公开支持特斯拉 CEO 埃隆·马斯克备受争议的薪酬方案，该方案将于下周在特斯拉公司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。下面这条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任命来自制药公司礼来公司的新 CFO， 标志着谷歌在服务中整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时刻。该 CFO 将负责监督谷歌对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，以及重新调整旗舰产品，以在人工智能工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。让我们关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 Firefly Aerospace 签订了最多25次 Alpha 火箭发射协议，降低其自筹资金技术演示任务的风险。下一条，美国航空为其空乘人员提供 17% 的工资即时涨幅和2024年更高的利润分成公示，双方将于下周恢复谈判。空乘人员工会要求联邦调解谈判解除。下一条，美国股市周三上涨，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的乐观情绪推动，标普500指数上涨近 0.9%， 而科技股主导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约 1.6%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0.2%。 接下来这条，英伟达公司 NVDA 股价周三一度上涨 5%， 创下历史新高，使该公司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，成为继苹果公司 AAPL 和微软公司 MSFT 之后第3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股票。周三的涨势还让该公司暂时超越苹果公司，成为美国股市中第2有价值的公司。微软目前位居榜首。周三的涨势伴随着科技股的普遍上涨，美联储可能最早在7月降息的希望提振了市场。此前，美国经济数据疲软且国债收益率下降。接下来，受科技股上涨提振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新高，市场对利率下调抱有谨慎乐观情绪，因有迹象表明劳动力需求放缓，经济降温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政府投资50亿美元电动汽车充电站项目，但进展缓慢，目前仅有7个充电站投入使用。官员批评部署速度可怜，并指出充电站无法部署在休息站。政府计划到年底部署1000个充电站，目标是在全国繁忙高速公路上部署50万个充电端口。接下来这条， CrowdStrike 股价上涨 11.3%， 因其第2季度收入预期超华尔街预期，受其网络安全技术强劲需求推动。最后一条，亚马逊正在投资于人工智能公司 Multium， 该公司的技术可让亚马逊的 Alexa 语音助手执行多步骤网络任务，如预订旅行，未来可能与亚马逊自研技术相结合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